国外长贝尔伯克对华是一贯的强硬，那么这次他访华的目的呀，他比较复杂，而且呢也挺拧巴的。你看，他作为德国的外长，当然首先要代表德国来推进中德两国之间的合作，可是呢，他同时也夹带着这个意识形态和亲美的这个私货。当然了，我们中国是不会由着他的性子来的。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德国的外长吧，他来这边肯定要把舒尔茨访华期间落实的中德合作的东西呢，接着往前去推进，而且呢，要加强中德的关系，这是一个大方向。而且他也表态嘛，中德之间的这个关系不能是脱钩的。不过他这个脱钩更多的是指的利益和经济上的这种往来啊。你也可以看到，他提的有那么一些议题呀，实际上和美国的声音非常的像，比如说他坚持的立场，所谓欧洲和中国的关系是全面系统性竞争的关系，这个词就是美国的原词，它套过来用。美国说的这个竞争其实就是一种对抗的关系。很显然，这种立场那和现在中德之间进一步密切关系的这个趋势，那这个事儿本身是矛盾的，这事弄得是挺拧巴的。而且呢，他来到我们这边要谈到俄乌问题，要谈到气候问题，还要谈到所谓的环境问题和人权问题，就是他夹带的私货，美国的这个味道在里边，它代表着美国的一些利益。而且他来之前，他还说了，我们是跟马克龙的一些看法是一致的。其实这话听起来好像他在支持马克龙，其实呢，他这个呢是要按照这个美国的意图啊，给马克龙发表的一些观点呢，要给他纠偏，因为马克龙这一点他一再强调这个，美国你做的太过分了，那我们欧洲呢要有更多的战略自主。那这个现在贝尔伯克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讲呢，不对，这事情啊，我们这个德国跟法国，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欧洲的这个系统性。这里边暗藏的一个意思，实际上是有一点要否马克龙的这个意思。你看，在这么一种立场之下，他来我们这边，那肯定他的目的就比较复杂，而他整个这目的和目的之间，他要达成的这最后的结果和他实际本人这个一些立场上啊，他这个东西挺对立，也挺拧巴的一件事儿。我们来注意几点。首先，我们来看贝尔伯克，他是德国内部右翼亲美立场的代表人呐。这个本身就和现在这个德国的立场它不相符，而且他个人的行政和外交经验也是比较缺乏的。能不能把持好整个外交的大的走向，能不能处理好中德关系，这真是要打一个大问号。第二一个，我们来注意看啊，他这次来访华，其实是他整个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他这次一共出来6天啊，第一站来咱们这边，然后还要去韩国、去日本，这么一个大的行程安排啊。尤其是去日本、韩国，这其实呢是符合美国的意图的，也符合这个德国内部右翼亲美的这么一种立场。那就很显然，你又要搞亲美的这一套，又要来亚洲去拉你的这个所谓的亲美的这些伙伴的话，那这和中国这边你的关系搞起来，那这个事就肯定是有抵触的地方啊。你说这个事儿它是不是很拧巴？第三，我们来看他这次谈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谈俄乌问题，谈到了一些其他的，甚至是会涉及到这个台湾地区这个问题上啊，这很明显。你作为一个外长是越权的一件事情，你这次来应该更多的去落实舒尔茨访华之间啊那些具体达成的合作意向，而这个你拿出这么个议题来谈，而且试图要让中国去站在乌克兰的立场上去支持乌克兰，这就超出你这个权限了，这个就是有点你自己往里加这个私货的一个成分在里边了。那这一点上，我们肯定不会在这方面跟你周旋的太多了。所以呢，我们来看哈，这个德国内部呢，其实也是挺复杂的，也挺纠结的。它到底未来的走向会怎么样，那是一个大问号。当然了，我们和德国一定还是坚持着我们基本的这个方向和基本的原则，因为咱们和德国毕竟是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嘛，这是一个大的框架。只要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中，你贝尔伯克确实做这个有助于中德关系发展的积极的事情的话，那肯定我们还是要积极谈的。至于说你非要自己往里加料啊，往里面带着些私货，这些问题啊，还是免谈。在这个问题上，你还是要冷静冷静，考虑清楚，要不然呢，最后真的是害人害己啊。